这海贼团已经有9位船员下落公开，其中5人一直在保护路飞成长，还有1个人为了路飞违背吴老星的命令。抵达拉夫德鲁之后，罗杰将海贼团解散，伙伴们都去了哪里一直没有交代过。贝加庞克也说过，他们就像消失了一样。光月玉田回到了和之国，为了夺回将军之位，被大和欺骗了5年。得知罗杰被公开处刑后，带着赤鞘武士找百兽海贼团决战，虽然砍伤凯多的腹部，却被黑炭木残算计战败。为了救赤鞘武士经历油锅之刑丧命，船医库洛卡斯一直在双子甲岛当灯塔看守员，一边陪着鲸鱼拉布等待伦巴海贼团归来，一边维护着东海的安宁，确保路飞能够安全成长。顶上战争开始前，一个头上有纹身的人出现在东海，有人说他就是罗杰海贼团的同府贾巴。难道他在罗杰海贼团解散后，也隐居在东海保护路飞吗？艾利欧是罗杰船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戴着圆帽子，留着小胡子，喜欢穿印花色的衬衫，从穿着打扮上看很像是风车村的村长。也难怪卡普敢把艾斯和路飞交给达旦抚养，原来是有罗杰海贼团的成员保护着2个小家伙。雷利一直隐居在香波地群岛养老，家里有夏奇当女伴，还经常出去找小美女。不过在遇到草帽一伙之后，雷利的悠闲时光彻底结束。2年间当路飞师傅传授3种霸气的用法，现在路飞成为真正的4皇，还得保护他的媳妇汉库克。香克斯作为罗杰海贼团的实习生，也是帮助路飞最多的人，在东海让路飞吃掉橡胶果实，还救下过路飞一条命。顶上战争带着红发团去马林范多，又救了路飞一条命。世界会议期间来到玛丽乔亚，让吴老星注意黑胡子的动向。路飞在和之国击败凯多后，香克斯又帮助他赶走大将绿牛，他绝对是路飞成为海贼王的最大帮手。其实巴基对路飞的帮助一点不比香克斯少。送别自家船长罗杰后，他就在东海发展。得知路飞要去伟大航路后，他也率领巴基海贼团出发。后来在推进城帮助路飞找艾斯，也是越狱的功臣之一。路飞在马林范多对战海军，他就在背后用电话重蹈战国心态，最后还抱住昏迷的路飞和圣平，躲避赤犬岩浆拳头的攻击。巴雷特在罗杰抵达拉夫德鲁前已经下船，随后靠着强大的实力把海贼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卡普和战国联手出动屠魔令，才将他体力耗尽关入推进城。巴雷特在监狱获得果实觉醒能力，趁着路飞大闹海底监狱获得自由，企图利用通往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消灭所有海贼，最终倒在路飞的拳头之下，再次被关入监狱。有粉丝发现搞新闻的摩根斯很像是罗杰海贼团的一位成员，他们的帽子上都有相似的3个圆点，而且都有着标志性的黄色。这种推测的合理性暂且不管，如果摩根斯真的是罗杰船员，他拒绝吴老星搞假新闻，放出武当的模样，确实对路飞有帮助。尾田终于澄清关于艾斯的3个误解，对霸气的修炼天赋远在路飞之上，真正的战斗力也能匹敌海军大将水准。第一个，艾斯不会使用武装色霸气。当年在马林范多对战赤犬，艾斯被嘲笑不会使用武装色，最终火焰被岩浆燃烧，自己也倒在赤犬的岩浆拳头之下。按理说白胡子海贼团的2番队长不可能不会武装色霸气。后来尾田在艾斯的小说中强调，艾斯对武装色的修炼非常有天赋，仅仅跟着白胡子学习了1天，就能熟练掌握武装色霸气的使用。当年路飞跟着雷利学习3色霸气，也用了1年半才掌握基本用法。可见在对霸气的修炼方面，艾斯的天赋已经远远超过了路飞。第二个是艾斯太依赖果实，对体术的修炼不强。不知道为何会有海米认为艾斯的体术不强，这绝对是天大的误解。难道说艾斯对烧果实的开发很好，才导致他太依赖恶魔果实的吗？小时候的艾斯是3兄弟中体术最好的，与老虎、鳄鱼战斗都是依靠体术。而且卡普每次去风车村都会用爱之铁拳教训艾斯和路飞，能承受住卡普铁拳的常年熏陶，体术绝对算得上1等1的强者。还有在巴拿马岛对战黑胡子，烧果实能被暗暗果实无效化，也能与黑胡子战斗到最后时刻，最终炎帝被黑暗吞没战败。黑胡子的手下也强调艾斯的体术很强，不用果实能力也可以不落下风。第3个是艾斯不配做队长，实力最多是中将级别。在加入白胡子海贼团之前，艾斯与圣平大战5天5夜不分胜负。圣平属于鱼人族，擅长在海中战斗，艾斯能与他打平，实力绝对不弱。而且在海贼王漫画1100话中，尾田公布艾斯曾击败过一位七武海，虽然说七武海的水平层次不齐，也能从侧面反映艾斯的实力不算弱。顶上战争的时候，艾斯与青雉有过交手，2人果实互克不分胜负。对战赤犬算是艾斯的战力污点，果实能力和战斗经验都被碾压。赤犬绝对算得上4皇级别的强者，对战受伤的白胡子丝毫不落下风，与青雉大战10天10夜最终获胜。他能击败艾斯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不是序号越小实力越强，16位队长的战斗力属于同一水平，也就是说艾斯与马尔科是同段位，马尔科绝对有匹敌大将的战斗力，艾斯的战斗力也应该接近大将水准。不过白团队长们的战绩表现很差，都能匹敌马尔科很难让人信服。当年艾斯击败的七武海终于公开，与青雉和卡普交战均惨遭秒杀。
在漫画1100话中，我们知道艾斯出海后击败过一位七武海，在那之后萨坦圣与大雄做交易，让他当七武海才会救波涅。艾斯击败的七武海到底是谁？从已知的剧情中很容易找到答案。路飞击败七武海克洛克达尔后，海军将老沙关入海底监狱第6层，慎平拒绝参加顶上战争，被海军剥夺七武海，也被关入推进城。还有多弗朗明哥被路飞打败后，最终的归属依旧是海底大监狱。可以确定，艾斯击败的那位七武海必定也会进入海底监狱的第6层。黑胡子招募伙伴的时候，第6层的强者要么逃走，要么加入黑胡子，其中就有曾经罗杰的船员巴雷特，他在剧场版中被路飞开挂击败。还有传说极大海贼邦迪沃尔德，帮路飞提升霸气后再次进入监狱。邦迪沃尔德被冰封了30年，他不可能是被艾斯击败的七武海。除此之外，黑胡子招募到4位海贼，艾斯打败的七武海应该就在其中。首先可以排除玄月猎人戴鹏，原因是海贼王中有唯一女性的设定。大雄成为七武海的时候，汉库克也有出场，那时他已经是七武海。七武海中已经有一位女性，因此可以确定戴鹏不是艾斯击败的七武海。圣胡安饿狼其实也能排除，他的体型巨大，却给人一种呆呆的感觉。七武海都是非常精明的海贼，圣胡安饿狼当七武海确实有点不自然。匹萨罗的可能性很大，他的外号叫恶政王，应该也是一国之君。大雄成为七武海时，慎平强调大雄是前任国王，这里还有现任国王。如果恶政王是艾斯击败的七武海，慎平就应该说走了一位王又来一个。不过从恶政王的战斗力来看，当一名七武海也算绰绰有余吧。黑胡子从推进城招募的同伴还有大九，那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海贼。当年遇到刚从海军辞职的青雉时，他就站出来挑事，却被瞬间秒杀。为了救大徒弟科比，卡普带着索尔成员闯入海贼乐园蜂巢岛，用一招银河冲击毁掉半个城镇。对此大九却露出一脸邪笑。后来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攻击卡普，吐出的火焰攻击没有任何效果。在卡普被溪流偷袭重伤后，青雉等人联手将海军英雄彻底击败。大九表现出一副胜利者的嘴脸，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奸诈的海贼。年轻气盛的艾斯看不惯七武海大九，将他击败泄愤也是合情合理。龙身上的谜团终于全部揭晓，亲口说出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路飞的老妈长得并不是很好看。随着暴君熊的回忆完结，龙的往事也逐渐清晰。第一个就是龙脸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首先可以确定并不是卡普的鞋底印，因为龙不像路飞那样叛逆，他按照卡普的意愿成为一名海军，不过在那里看不到想要的正义，才选择从海军离开。为了推翻天龙人的统治，创建了革命军。奥哈拉被屠魔令毁灭之后，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遇到贝加庞克。当时龙的裤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图案，与现在脸上的花纹一模一样，那个图案很可能与义勇军有一些关联，代表着他要推翻天龙人的决心。第二个谜团是龙的恶魔果实是什么？当年在罗格镇出场，龙用一道闪电命中巴基，将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随后天空中下起暴雨，之后又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团安全出航。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推断龙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在海贼王漫画1099话中，龙给自己传起的名字用德文翻译是暴风，而且龙还告诉熊让命运之风自由吹拂，可见龙就是风的操控者。第三个是龙的老婆，也就是路飞的母亲是谁？曾经有海米推测路飞的母亲是天龙人，龙身为海军与他相爱，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路飞的母亲丢掉性命，龙才决定对抗天龙人。现在我们知道龙参加过海军，但在他离开海军之后，路飞才降生于世，可见龙是在壮大革命军的过程中才遇到路飞的老妈相爱生子。而且尾田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路飞的母亲，可以确定他目前还活着，具体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会不会出场都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不过尾田还说了，路飞的母亲不会很漂亮，而且性格也非常暴躁，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只要路飞不听话就会狠揍一顿。从这段描述来看，东海的山贼达旦与路飞母亲的形象很接近，而且路飞从小就跟在达旦身边，也可以说达旦就是路飞的养母。随着龙身上的谜团慢慢揭晓，路飞的母亲出场也应该不会太远了。目前龙身上还有一个谜团，就是他的悬赏金到底有没有50亿？被吴老星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龙的赏金也绝对不会低，很可能会接近罗杰和白胡子，拥有不低于50亿贝利的悬赏金。最强的恶魔果实觉醒者终于确定，吊打过四皇路飞，让黑胡子主动认怂，就连卡普提到他的名字也只能叹气。随着路飞觉醒换兽种尼卡果实，果实觉醒者越来越多。在弹头岛，陆奇和卡库都展示过觉醒能力，谁才是最强觉醒者呢？有人说是觉醒幻兽尼卡的路飞，因为他击败了世界最强生物凯多。从鬼岛的整场战斗来看，路飞能打赢凯多，并不是自己的功劳。凯多经历过赤鞘九侠的围攻，也经历过超新星们的车轮战，期间路飞还跌落鬼岛补充一波能量，战斗力比凯多还差一个档次。从在弹头岛对战黄猿也能确定，路飞也就是稍微强于大将的水准。虽然能击败黄猿，自己也失去了战斗力，还得靠同伴才能保住性命。
也有人说萨坦圣是最强的果实觉醒者，不过还存在2个不确定的点。首先是萨坦圣是不是能力者，从变身的状态来看很像是动物系，也有海米推测吴老星都是鬼怪，所谓的动物形态才是他们的真身。其次萨坦圣就算是吃了动物系果实，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觉醒。从外形上看，脖子上缠绕着黑色烟雾，与陆琪的觉醒状态非常像。不过大河在鬼岛变成人兽形态时，脖子上也缠绕着白色烟雾，可见萨坦圣并不确定是觉醒者，而且战斗力也不一定比路飞强。超人系觉醒者有多弗朗明哥，还有卡塔库利也都是准大将级别。剧场版中登场的黄金地太佐洛也将恶魔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展现出能秒杀索隆的战斗力，有没有达到4皇级战力还很难说。同样是在剧场版中登场的巴雷特，绝对算得上是最强的觉醒者，没有使用合体果实的能力，对战超新星一拳一个全部打飞。开启合体果实之后，4档状态下的路飞被他一拳头打漏气。当巴雷特使用果实觉醒之后，路飞也认可靠他自己完全打不过，只能同意老沙的计划，连同萨博等人一起才将巴雷特击败。黑胡子去推进城时，见到巴雷特立马认怂，让手下不要招惹他。当年巴雷特没有觉醒合体果实前，就能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海军不得不派遣卡普和战国一起出动屠魔令，才将其关入海底监狱。后来巴雷特逃出监狱，利用永久指针企图将所有的海贼消灭。卡普知道后也表现出一脸无奈，可见他也认可巴雷特很难对付。赤犬甚至派出2名大将出动，也是表明巴雷特不弱于任何4皇。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终于公开，吃了它就是海贼王中的第2强者。不过那颗果实已经被尾田彻底雪藏。自然系一直被认为是3系恶魔果实中最强的一种。在顶上战争时，3位海军大将都展示过自然系毁天灭地的力量。轻质的洞洞果实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海啸瞬间冰封，赤犬的岩浆果实不仅能燃烧火焰，还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炼狱。最强的自然系果实到底是哪一颗，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后曾说过，那就是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拥有世界上最凶恶的力量，可以吸收任何能量造成的伤害。一旦被黑胡子释放的黑暗元素触碰，能力者的恶魔果实也会失效。黑胡子靠着暗暗果实击败艾斯，从一个无名小卒晋升为七武海，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单从果实对拼来看也占据绝对优势。不过暗暗果实不能让身体元素化，还会带来双倍疼痛，算是一大缺陷。赤犬当上海军元帅后，生命卡信息更新，也有了岩浆果实的详细介绍。相比超人系和动物系恶魔果实，岩浆果实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从赤犬的战斗表现来看，岩浆果实的确拥有最强自然系的资格。对战受伤的白胡子没有太大劣势，被偷袭暴揍后也能重创对方。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所有队长，也自信能将路飞的脑袋留下。不过在面对香克斯的时候太怂，被吓得脸颊流汗，一动也不敢动。艾尼路在空岛登场时，娜美就说过，响雷果实是最强自然系。从艾尼路的表现也能证明这一点。草帽团除了路飞被挨个秒杀，结合能覆盖整座岛屿的见闻色霸气，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无死角打击。大招雷银的破坏力堪比远古兵器，只要一击就能将一座岛屿毁灭。如果武装色霸气不能抵御雷电，响雷果实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好在路飞的橡胶对雷电有免疫作用，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击败艾尼路。尾田曾在 SBS 中公布最适合草帽团的果实，索隆可以吃下鱼果实青龙形态，最适合娜美的恶魔果实就是响雷果实，那样她就会变成真正的天后女王，也会变成全世界攻击力最强的人。当然雷电攻击对路飞不会造成伤害。从此也能看出，尾田也认为艾尼路的响雷果实就是最强的自然系。不过艾尼路已经前往月球，响雷果实很难在剧情中出现了。不过尾田好像忘了，娜美不用雷电攻击也能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海军12生肖的战力排名确定，强如赤犬也只能排在第3名。据说最强的人拥有50亿的赏金。第6名是黄猿，对应生肖是申猴。当年在香波地群岛登场，黄猿把超新星挨个虐了一边，如果不是冥王雷利及时出现，索隆的小命铁定被光速踢带走。不过黄猿见到暴君熊却没有出手，多多少少有点丢大将的面子。在顶上战争他的表现还算可以，打白胡子也能给对方造成伤害。见到4皇副手本贝克曼举起双手，也算是黄猿战绩上的一个污点。对战5档状态下的路飞，黄猿被一拳爆头，可见他并不能匹敌4皇。第5名是青雉，对应的生肖是有机。青雉的战斗力略低于赤犬，经过10天10夜的鏖战惜败。与白胡子的战斗，青雉的表现很一般，第一次被从空中击落，第2次将白胡子冰封，却强调震动无法冻住，随后就被乔兹撞飞。青雉对黑胡子海贼团时非常勇猛，直接冰封圣胡安饿狼等人。作为卡普的首席大弟子，青雉的战斗力比师傅明显差了一个档次，被卡普用一拳霸王色缠绕攻击打入地底之下后满脸是伤。第3名是赤犬，对应的生肖是虚狗。单从顶上战争来看，赤犬绝对是战神级别的存在。对战受伤的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也能从正面给予对方重创。
即便被白胡子从背后偷袭重伤，依旧能站起来打掉白胡子半张脸。后来一个人挡住马尔科率领的队长们，场面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劣势。不过遇到香克斯后立马认怂，岩浆拳头被挡下后，吓得脸颊流汗。顶上战争过后，赤犬一个人去追黑胡子海贼团，也是战力强大的表现。不过赤犬还不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相比四皇应该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名是战国，对应的生肖是未羊。战国是所有海军大将之中唯一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的人，他也算罗杰时代的人，曾经与白胡子多次交手，可见两人实力不分伯仲。与卡普一起对抗过金狮子，大战5天5夜之后将金狮子关入监狱，还有在马林范多对战黑胡子海贼团，一巴掌将对方所有人拍吐血。虽然战国没有使用过霸禅攻击，他的战斗力绝对在四皇级别。第一名是多拉格，对应的生肖是辰龙。最新的海贼王漫画剧情已经确定，多拉格曾经是海军中的一员，在那里看不到自己要坚持的正义，才决定创建革命军对抗天龙人。多拉格的具体战斗力还无法确定，拥有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还应该拥有强大的霸王色霸气，所谓的霸禅攻击也应该具备。龙的赏金也未公布，被评为最危险的罪犯，达到50亿贝利不算难。多拉格的往事全部公开，当海军的时候暴揍过赤犬。路飞的母亲也要登场了吗？作为海贼王中最神秘的人，多拉格的身上有太多的谜团。恶魔果实能力没有公开，悬赏金有没有50亿贝利也不清楚。不过从漫画1097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很多关于他的往事。多拉格与路飞不同，很听老爸卡普的话，早早就成为一名海军。曾经有海米推测多拉格是海军，万万没想到多年后居然成真了。海军中将和大将的代号都是用12生肖的动物加一种颜色命名。多拉格当海军时的称号可能就是苍龙，职位不是大将也是中将级别。从年龄上看，赤犬与龙是同一时期，也应该很清楚他的实力强弱。当初路飞去马林范多救艾斯，所有人都称呼他为草帽小子，只有赤犬在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他的小命。尤其是在路飞释放霸王色之后，赤犬干掉路飞的执念更加坚定了。赤犬如此嫉恨路飞，很可能是被龙暴揍过，担心路飞成长为龙一样的强者。不过多拉格发现海军坚持的正义与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并不相同，于是果断辞职加入义勇军。24年前罗杰处刑时，他也在现场观看。22年前奥哈拉被摧毁后，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邀请贝加庞克当伙伴，遭到拒绝后，他告诉贝加庞克自己会创建一支军队推翻天龙人的统治。几年后，多拉格与伊万科夫相遇，加上暴君熊和金妮组建了革命军。在这段时间里，多拉格遇到自己相爱的人，并生下路飞交给卡普看管。后来多拉格的事迹大家都很清楚，12年前回到故乡东海的戈亚王国，救下被天龙人炮轰的萨博后，将他带到革命军培养成参谋长。2年前多拉格在罗格镇出现，一道闪电从巴基的刀下救走路飞，又挡住斯摩格抓住路飞，让草帽团顺利出航去追寻他们的梦想。路飞在德雷斯罗萨击败明哥后，革命军的基地被巴沙斯发现，黑胡子联系海军后闯入白土之地，有没有与龙爆发战斗还不清楚。世界会议期间，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之后多拉格的剧情可能会多一点，他的恶魔果实能力也会公开。目前漫画正在讲述暴君熊的回忆，路飞的母亲也应该出场了吧。本贝克曼的真正战斗力确定，2次让大将黄猿乖乖认怂，见闻色霸气却不如卡塔库利。被誉为铁臂海贼团的红发团，一直被认为有双4皇配置，除了船长香克斯外，副船长本贝克曼也被认为有4皇级别。本贝克曼出手战斗的次数非常少，多年前在风车村有过一次战斗，对手是一群山贼小卡拉米，还没出力对方就全部倒下了。2年前红发海贼团去顶上战争救路飞，香克斯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本贝克曼用枪指着黄猿的脑袋，让对方乖乖举起双手，不敢继续攻击。想当年黄猿在香波地群岛对战雷利，都表现出一点不输对方的气势，主动向本贝克曼认怂，也能反映出黄猿非常认可他的战斗力。在去马林范多之前，红发海贼团还与凯多和岩灾镜爆发过冲突，那场战斗的经过虽然没有公开，结果却是红发海贼团无伤获胜。香克斯的对手是凯多，本贝克曼的对手是岩灾镜，也应该战胜了对方。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黄猿打算攻击被乌塔歌声影响的民众，本贝克曼再次用枪指向黄猿，又一次让对方乖乖举起双手放弃战斗。作为海军大将的黄猿，居然被4皇团的2把手打死，只能说实力不强，也难怪他去弹头岛杀贝加庞克，被武当状态下的路飞一拳爆头倒地。尾田曾公开本贝克曼的核心能力，拥有能比肩香克斯的战斗力，在东海篇的时候，他是最聪明的人，能超过百基洛克和纳美。本贝克曼还有着非常机敏的移动速度，以及能凌驾于海军大将的霸气，即便是新世界的七武海和海军大将，对他强悍的实力都非常忌惮。不过在红发海贼团去埃尔巴夫的时候，本贝克曼却暴露出一个缺点，当时基德知道香克斯就在巨人岛，于是发动磁力大炮准备攻击。香克斯用预见未来的见闻色霸气，
探查到基德会带来不得了的破坏，于是发动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将基德和基拉2个人瞬间秒杀。当时本贝克曼见到香克斯主动出击，立马说：“你一定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吧？”从这句话是否可以判断出，本贝克曼应该不具备见闻色预见未来？在所有的皇父之中，卡塔库利已经确定拥有见闻色预见未来，鹰眼名义上算是十字工会的2把手，他能与香克斯决斗不分胜负，不管是霸王色霸气，还是见闻色和武装色，都应该不输香克斯。如此来看，本贝克曼凌驾于大将的霸气，到底值不值得相信呢？白胡子一生经历过3次惨痛失败，30多年前被一位少年重创胸口，罗杰向海军自首被处刑后，白胡子就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很多妄图出人头地的海贼新人都想取下他的首级来证明自己，甚至是成名已久的世界第1剑豪鹰眼也想探究自己与他的差距。即便是如此强悍的白胡子，也经历过3次战败，留下了一身的伤疤。第一次是败给罗杰，两人是同时期的海贼，战斗力相差也不大。曾经罗杰海贼团与白胡子海贼团相遇，双方爆发3天3夜的大规模战斗，最终2个海贼团也没有分出胜负，白胡子和罗杰也都受了一点伤。据说双方爆发的战斗不止一次，从世人的说法来看，罗杰的实力要更强一些。第2次战败就是顶上战争，白胡子带领全部手下去马林范多救艾斯，轻质的冰河时代完全没有效果，黄猿的8尺琼勾玉也没打到白胡子，还是赤犬比较聪明，使用诡计策反大窝蜘蛛，一剑贯穿白胡子的胸膛。此后白胡子与赤犬交战，场面上明显落于下风，胸口也被赤犬打伤。在艾斯丧命马林范多之后，白胡子彻底暴走，一拳头砸在赤犬脑袋上，随后与赤犬交战，不仅胡子被打掉，胸口也再次被岩浆拳头打伤。最终白胡子拼尽全力，才将赤犬打入地面之下，自己也耗尽了体力。之后与黑胡子战斗，面对暗暗果实的逆天技能，白胡子的攻击完全无效，好在抓住黑胡子傲慢的弱点，才用无上大快刀从云切将其砍倒在地。可惜白胡子已经没有任何力气，没能使出最后一击将黑胡子干掉。紧接着黑胡子带领手下一拥而上，将世界最强男人的生命彻底终结。白胡子的第3次战败是在38年前，当时他还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为了做世界的王，洛克斯带领全部手下攻打天龙人的狩猎场神之谷，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被洛克斯海贼团的强者打得节节败退。好在有年轻的卡普出现，他与罗杰海贼团联手，才将洛克斯击败。事后我们从白胡子口中得知，洛克斯之所以战败，是他们爆发了内讧。那场战斗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强者，被认为是香克斯父亲的加林胜。当时的加林胜有着非常强悍的实力，一度被认为是那场狩猎的冠军。几十年后，白胡子见到香克斯，直接来了一句：“看到你我的伤口就隐隐作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胡子与加林胜有过交手，战败后胸口留下一道伤疤。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吴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CP 组织看似很强，战斗力却垫底。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除了搞情报，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4皇团，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在鬼岛战争中，2位 CP0 联手攻击乙藏，结果还被对方反杀1人。卡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也掌握了果实觉醒，结果被索隆吊打。还有陆琪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面对武当状态下的路飞被玩虐，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可以单独面对4皇，而且海军人数众多，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亲自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新来的2位大将藤虎和绿牛都说有怪物水准，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对战巨人茉莉手掌被刺穿处于劣势。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虽然人数众多，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吴老星的存在，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不出意外吴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不管是海军还是吴老星，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当年在香波地群岛，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世界会议过后，赤天使登场，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还有 CP0 的卡库，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
他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仅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土星萨坦圣的核心能力全部公开，果实觉醒只是标配，霸王色物理伤害才是杀手锏。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吴老星每次出场的逼格都很高，即便是面对元帅赤犬的挑衅，他们也能非常冷静的轻松应对。吴老星的战斗力有没有超越四皇，一直是海女们在争论的话题。直到世界会议期间，5个老头才第一次战斗，对手是革命军的参谋长萨博。见到萨博要救走寇布拉的时候，他们和伊姆大人一起发动恶魔果实能力，如果不是寇布拉舍命掩护，萨博的性命肯定会留在圣地玛丽乔亚。土星萨坦圣正在弹头岛对抗草帽团，也是吴老星中唯一展示全部能力的人。他已经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从外表上看很像是日本的妖怪鬼牛，拥有什么样的特殊能力暂且不知，对战斗力有多大提升目前也不清楚。面对波妮的偷袭居然没有轻松躲开，可见他的战斗力并不是最顶尖水准。萨坦圣的见闻色霸气也特别强，待在军舰上也能感知弹头岛的动向，察觉到贝加庞克修改了和平主义者的命令，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如果他的见闻色能预见未来，或者拥有见闻杀，妥妥的能达到四皇级别。萨坦圣还拥有瞬间移动能力，前一秒在军舰上，后一秒就能来到弹头岛。目前只有香克斯展示过瞬间移动能力，速度甚至能超越黄猿的光速。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萨坦圣拥有瞬移能力，注定是一位顶级强者。在漫画1094话中，一位士兵看了萨坦圣的眼睛后，脑袋随即爆炸丧命。萨坦圣的周围也出现大量黑色闪电，不出意外就是霸王色的一种用法。已知的霸王色最强用法就是缠绕攻击，凯多曾强调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罗杰和白胡子对战用过霸缠攻击，香克斯秒杀基德也使用过霸王色缠绕。据说香克斯还会霸王色的另一种用法，就是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当年一个人去找白胡子的时候，就曾释放过霸王色霸气阵列传板，结合海军士兵脑袋爆炸后，立马有人下令让准将以下的人不能直视萨坦圣，也能推断出萨坦圣对霸王色的运用已经达到能造成物理伤害的程度。看来凯多对路飞说的没错，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目前萨坦圣还没有展示过武装色强弩，也没有表现出恶魔果实具备的特殊能力。弹头岛接下来的战斗情况将会确定吴老星是否具备四皇级别的战斗力。盘点6个已经重生的恶魔果实，成就3皇一帝。不过有2个神级能力惨遭浪费。第一个是超人系阵阵果实，上任能力者是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当初去马林饭多救艾斯，白胡子展示过毁灭世界的力量，就连英雄卡普也感到畏惧，让手下的海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拖着重伤的身体暴揍赤犬一顿，差点让赤犬跌入大海丧命。白胡子死后，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立马就叫嚣自己是最强男人。黑胡子显然是在吹牛逼，被变成大佛形态的战国一巴掌拍吐血。还有面对香克斯的红发海贼团，他也不敢应战，带着手下乖乖离开。黑胡子对阵阵果实的开发并不好，没有达到白胡子毁天灭地的高度，对战赏金只有30亿的罗，只用阵阵果实战斗被狠狠揍了一顿。第2个超人系魂魂果实，第一任能力者是莫罗修女，她没能用魂魂果实提升战斗力，最终被爆发视时症的玲玲吃掉。大妈利用魂魂果实带来的力量，一步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不仅可以利用灵魂创造霍米兹战斗，还能利用寿命进行治疗和提升实力。可惜的是没能将魂魂果实觉醒，被罗和基德联手打败，跌入岩浆中丧命。第3个是透明果实，对战斗力的提升不大，却能完成很多人的梦想。第一任能力者是阿布萨罗姆，靠着透明果实差点将娜美占为己有。溪流得到透明果实后，除了搞隐身偷袭，也没开发出特别的用处。如果透明果实不能让见闻色失效，溪流与索隆的最终决战必定会惨败。第4个是烧烧果实，上一任能力者是艾斯，对果实开发堪称完美，不仅有单体爆发和远程输出技能，还有很不错的群攻 AoE 技能。可能是艾斯太依赖烧烧果实的强大力量，才导致他丧命岩浆拳头之下。萨博是烧烧果实的第2任能力者，将霸气与果实的结合非常完美。对战黑胡子海贼团第一船长巴沙斯，几乎以秒杀的方式获得胜利，与大将藤虎战斗，从场面上看也是5-5开，实力绝对有大将级别。世界会议期间，萨博从吴老星和伊姆手中逃走，也被世人称为炎帝。第5个是超人系屏障果实，第一任能力者是黑炭蝉丸，出场次数不算多，制造出来的屏障连光月玉田都无法攻破。第2任能力者是巴托洛米奥，靠着屏障果实拥有堪称无敌的防御，即便是能打伤4皇的王者之拳，也不能攻破小巴托的屏障防御。只可惜这2人都浪费了屏障果实，没能开发出很强的攻击招式。第6个是超人系模仿果实，上一任能力者是黑炭木蝉，靠着模仿能力杀害光月寿喜烧，帮助黑炭大蛇成为和之国将军。现在是小冯吃了模仿果实，目前正在推进城的人妖乐园享受。不管是小冯还是黑炭木蝉，都是模仿外表，并没有拥有被模仿人的实力。如果能模仿顶级强者的攻击招式，模仿果实绝对是无敌的存在，让2位拥有最强称号的4皇祭本用武装色霸气征服索隆的光月玉田。赤犬认为他的战斗力已经超越大将，光月玉田的实力定位一直备受海美争议。有人说他是4皇级别，毕竟20年前差点击败年轻的凯多；也有人说他也就4皇副手级别，
在白胡子海贼团就是二番队长。当年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白胡子带着手下的人来到和之国，玉田为了出海冒险与白胡子战斗，起初两人打得有来有回。当白胡子使用阵果实后，玉田没能抵挡住，被一拳头打飞。随后白胡子表示玉田太强大，不适合让如此强大的人当伙伴，可见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称号的白胡子对当年的玉田也是有所忌惮。登上白胡子的船后，玉田在大海上驰骋，经常霸占报纸的头条。后来与罗杰海贼团相遇，玉田一个人冲在前面，瞬间干掉几个小哥。雷利和贾巴立马站了出来，亮出手中的兵器，准备阻挡光月玉田。两人是海贼王的左右手，居然想着联手出击，也是认可玉田的强大。后来玉田与贾巴大战3天3夜不分胜负，实力至少不输任何皇子。不过玉田对战罗杰可谓一招对魔，没能挡住霸王色缠绕神臂的攻击，被打飞的玉田一脸疑惑的表情，可见他并没有掌握最顶尖的霸缠攻击。罗杰抵达拉夫德鲁后解散海贼团，玉田也在雷利的护送下回到和之国。见到妻儿被大蛇将军欺负，一个人去报仇，却没能攻破屏障果实的防御。当时的凯多也不敢对抗玉田，用谎言争取5年的时间来提升战斗力。到了真正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巨龙形态的凯多也被砍伤不稳，靠着飞炭木蝉的轨迹才得以获胜。可见当时的凯多并不能完胜玉田。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的时候，凯多也认可玉田与实力对抗自己。索隆没有见过光月玉田，却被他的武装色霸气彻底震服。对战岩灾尽的时候，妖刀炎魔出来捣乱，擅自释放索隆的武装色。索隆也感叹道：光月玉田的到底有多强的霸气，才能控制住炎魔？可见在索隆看来，自己的实力相比当年的玉田还有不小的差距。得知大妈去和之国找凯多后，赤犬以武士太强大为由拒绝黄猿出差，和之国闭关锁国几百年，只有光月玉田出海展示过武士的实力。赤犬不敢让黄猿去处理和之国事件，也是认定玉田有超越大将的实力。后来赤犬派遣绿牛去和之国上海，特意叮嘱他不要去招惹路飞和武士们。如此来看，玉田的战斗力到底有没有4皇水准？